我卖房卖车卷自己，把女儿一路托举成藤校硕士，女儿却抱怨我不给她买千万豪宅，穷人就不配生孩子，一套房子都买不起，凭什么为人父母？刚挂掉我的电话，我就看见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价值5万的香家包包，配文：成年人的第一节课就是把自己先养一遍。我的眼睛被刺痛了，心也坠着疼。这20年来，我拼死拼活供他读书，给了他独一无二的偏爱，难道不是养吗？55岁这年，我退休了，女儿也从藤校顺利毕业了，还在护城找到了一份薪水可观的工作。看见女儿发来的喜讯，我激动得满眼泪花。我是一名单身母亲，女儿10岁那年，我忍受不了他爸的家暴，坚决带着他离婚。这15年来，我尝尽人间冷暖，受尽了社会对离婚女性的恶意和偏见，终于成功把女儿托举成一名藤校研究生。如今，我有房有车，存款上可观，退休金也还行，也是时候放下一切，好好潇洒一把。比如开启一场我期盼已久的自驾之旅。想到这，我便抑制不住我激动的心情，正要跟女儿分享我的旅行计划，女儿突然问我：妈，我想在护城定居，买套房子，您能帮帮我吗？我愣住了，护城的房子可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。多少钱？坐标沪东，首付差不多200。哥，这个需要您帮帮我，之后月供我自己负责就行。200万？妈哪来这么多钱给你？您不是说家里还有100多万存款吗？或者您直接把现在这套房子卖了，都够首付了，剩下100多万您留着就行。我惊呆了，这100多万是我给自己养老用的呀！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耳背听错了，接着确认，把这套房子卖了，妈住哪儿？你是想要妈过去护城跟你一块儿住吗？不，您不用过来，您不是还有100多万的存款吗？现在您每个月还有1万多的退休金呢，您还会炒股，每次清仓流水都抵得上我大半年工资了。您啥房子租不起？听到这，我的手忍不住发抖，心也瞬间凉了半截。难道我累死累活了大半辈子，在女儿看来都成了理所当然？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可声音却禁不住发抖。云云，你让妈倾家荡产卖掉房子，就是为了给你买房，到头来还要让妈租房子住。妈把你养了这么大，都没要求你回报什么，你反而惦记上妈那点棺材本，你真是太让妈寒心了。我本以为女儿听到我的话会感到羞愧，谁知女儿毫无愧色，反倒理直气壮地对我一顿输出。原来你生我就是为了要求回报，我当初求你生我了吗？没钱生什么孩子？房子车子都买不起，凭什么为人父母？你才55就想着躺平了？我那些朋友爸妈60了，还为了他们孩子返聘学校教书呢。你看看别人多努力。看着屏幕里目眦欲裂的女儿，我突然觉得很陌生。那个在我下班回家主动给我按肩的小棉袄，究竟去哪儿了呢？云云，你是觉得妈妈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从小到大，妈什么要求没答应过你？只要是能力范围的事，妈都会尽力满足你。留学、补习，带你吃海底捞各种高端西餐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说着说着，我的声音也逐渐染上哽咽。可女儿浑然不觉，继续对我：把我养大，供我上学，这是做父母的本分。你知道我从小到大过得有多憋屈吗？别人有的东西我总是没有，想买双 AJ 都要饿好几顿。你能体会到我的心酸吗？穷人就不配生孩子。6月酷暑，女儿的话却像腊月的冰刀，一寸寸冻掉我火热的心。我正想继续说2句，只听嘟的一声，
女儿把视频通话挂断了，我呆呆地望着聊天界面，瞬间失了神。我和女儿最后一次聊天记录是她上周生日当天，我给她发了生日祝福，赚了5200块。她收了后，给我回了个爱妈妈的表情包。表情包是一个可爱温顺的小兔子，就像女儿小时候一样。可这只小兔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似乎离我远去了。难道是因为我老了，落伍了，所以才理解不出了年轻人的观念吗？想起女儿经常发社交动态，我随手翻出女儿的社交账号主页，认真浏览 to， 一滑一更新，正好刷到了几分钟前女儿发布的一条帖子。照片上的女儿穿着白色连衣裙，摆着各种姿势，拎着一个包包，配文：成年人的第一节课就是把自己先养一遍。我看得一头雾水，什么叫把自己养一遍呢？往下翻评论区，却越看越让我感到心惊。这可是当季最火的香家包包，刚工作就买得起5万块的包包，小姐姐好厉害！小姐姐是做什么的？工资这么高，能不能介绍一下呢？还能做什么？她就是一个月薪1万出头的外企业务员呐，除去每个月房租、伙食、购物等费用，顶多就存下几千块。思来想去，她能买下这个包包，最大可能性就是靠我给她的那些补贴。女儿刚毕业时，曾因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，焦虑到整晚睡不好。我也很着急，除了安慰，也只能通过经济帮助来支持鼓励她。那段时间，我每个月都会固定给女儿转1万块生活费，直到她工作了半年，收入稳定下来后，我才停止了每月固定的供给。可女儿似乎总能找到各种理由问我拿钱。想要买件质感好点的大衣啦，想和朋友出去玩啦，甚至连吃顿火锅都来找我报销。我刚开始也不太在意，我辛苦一辈子存下的这点钱，到头来不都是给女儿的？再说，每次最多给个3、2千，也没必要计较。可如今看来，我对女儿似乎是溺爱过头了。我继续翻看女儿的主页，各种大牌项链、衣服、鞋子。通过网友的评论，我了解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基本都是5位数起步，而我出门穿的是10几块一件的 T 恤，10多块一双的布鞋，背的是地摊上买来的草编包。想到这，我的胸膛似乎裹着一个火炉，烧得我片刻不得安宁。我很想立刻就发信息质问他：你用我的钱，靠着我的托举，实现了你自认为的把自己养一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最需要养1-2遍的人，是一直为你默默付出的妈妈呢？我望着空落落的天花板，一夜无眠。第二天一起床，我看到了女儿给我发的道歉信息：妈，对不起，昨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，您别气我了好不好？隔着屏幕，我都能想象出女儿的撒娇憨态。以往只要和女儿闹不愉快了，一旦她主动道歉、撒娇，我的气就能全消。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想再跟之前那样宽容了。回复的话也是淡淡的，我给她回了一句：知道了。我不生气，就把手机放到口袋里，下楼买菜。逛了一圈市场，我买了1袋鲍鱼、1条石斑、1袋进口菜心，还有1盒车厘子。对门的邻居阿芳见我拎着大包小包进门，打趣我：阿莲，云云是要回家了吗？买了这么多东西呢。她没回，这些是我自己吃的，有你啥时候也懂得享受了。我淡淡瞥了她一眼，瞪眼反问：咋了？我都退休了，还不能好好享受下吗？能，我可是一直都劝你好好享受的，是你自己一直不听。我不就好奇你怎么突然开窍了吗？我当然不想解释的这么清楚，正要想着怎么岔开话题，手机铃声响了，是女儿打过来的。
阿芳识趣地走开，我也赶紧关上门，再按下接听键。妈，您怎么都不回我微信呢？女儿委屈巴巴地朝我撒娇。我回过神来，哦了一声，解释道：妈刚刚去买菜了，没看手机，有什么事吗？也没啥。女儿见我语气有点冷淡，似乎有些犹豫，磨叽了半晌，开口问我，就是想问问您，我下个月打算休假和朋友去国外玩一趟，您能不能赞助我一下？我望着挂在墙壁上的照片，那是女儿周岁时，我把她抱在怀里的照片。那时我离开一会儿不抱她，她都要哇哇大哭。如今长大了，她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我不再是她的优先选项了。出去玩时，也想着是和朋友结伴，而不是和妈妈。云云，你长大了，不能啥都问妈妈要，你有你的生活，妈也有妈的生活。下个月起，妈要去自驾，花费也不小，所以妈不能再给你提供太多的经济帮助了。妈辛苦了一辈子，终于把你熬出头了，妈要开始把自己养一遍了。电话那头有片刻沉默，我以为女儿会被我的话打动，支持我的自驾决定，谁知电话里的声量立马拔高8度，女儿语气咄咄逼人：妈，你要去自驾？您一把年纪了，不好好待在家，还到处折腾，万一出什么事了，您这折腾的不还是我吗？再说了，您有这钱折腾，还不如给我买房，您也安逸。女儿喋喋不休，听着我的太阳穴突突的跳，我直接打断她的话：好了，我一把年纪了，还能马拉松？你呢？跑个几百米就好像要了你的命，你还是多关心下你自己吧。我挣的钱，我爱给谁花就给谁花，摔断了骨头，我自己会请护工，不劳你费心了。我果断挂掉电话。女儿的话让我感到扫兴，可我已经没有之前那样失落了，大概是没有期待之后，也就无所谓失望了。我的前半生都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回，而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人活着首先应该是为了自己，之后才是他人。只有先懂得爱自己，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。我开始吃米其林，穿真丝旗袍拍写真，还尝试体验各种 SP。曾经这些微小的被我压制的心愿，终于一件件被我实现了。我才发现，原来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是一件很爽的事，而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，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仿佛在找回一块块缺失掉的拼图，我在慢慢构成完整的我自己。我还学习了如何网购自驾装备，如何用手机导航路线，如何查看附近的景点和餐厅。我在社交平台上开了一个账号，名字叫联谊的自驾游，在山路上盘旋，过栈道，扎帐篷。我把自己的沿途拍的视频片段配上文案，上传到社交平台。视频算不上高质量，角度也不大美观，所以也吸引不到网友点赞。可无所谓，我只是为了分享我快乐的碎片。我见到了雷霆万钧的黄果树瀑布，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豪迈之情。我在社交平台上写道：55岁才出省，见到了黄果树瀑布，很丢人吗？没想到这个帖子火了，网友纷纷在评论区留言：不晚，我40岁都还没坐过飞机呢，我30岁才第一次吃麦当劳呢。可我一点都不觉得丢人。我奶奶70岁了，我最近教会了她网购。无论年龄多大，学东西永远不会迟。网友的评论让我既感动又欣慰，原来这世上有这么多人能跟你产生共鸣。原来年龄大了并不意味着落后和被抛弃。我感到自己的人生又多了几分鲜活和奔头了。帖子火了之后，我开始意识到内容质量的必要性。在我的努力下，开始出了几个爆款，不到1个月，
我的账号粉丝数量就突破了10万，开始有商业合作找上我，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。没想到50多岁了，我还能挖掘出一条新的挣钱路子。来到玉龙雪山时，正好是我55岁生日。说实话，过了大半辈子，我都没过过一个正儿八经的生日。小时候在家里，爸妈会在弟弟妹妹生日时煮鸡蛋面，却从没记得过我的生日。渐渐的，我也忘记了自己的生日。有了女儿后，我会很隆重地为她操办生日，煮鸡蛋面，买蛋糕，送生日礼物，还让她请朋友到家里一起为她庆祝生日。看着一群小朋友围着女儿唱祝你生日快乐，我会忍不住流下泪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是在为自己流泪。现在我已经不在意有没人记得我的生日，更不在意有没吃过鸡蛋面和生日蛋糕了，因为我会好好的爱我自己，不再渴求别人的爱了。我送给自己55岁的生日礼物，就是看一次日照金山。出发前一天，我在网上搜索日出时间和驾驶路线图，网友看见我发的帖子，在评论区给我建议，这个季节6点到那儿差不多了，不用去得太早，记得带上外套，那边温差有点大。阿姨别忘了给我们分享美图啊！正看得津津有味，我突然看见了女儿的评论：妈，你要看日照金山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评论的账号正是女儿晒包包的社交账号，评论区一下子炸开了，网友纷纷在女儿那条评论下建楼。我一直图关注的小姐姐居然和阿姨是母女，这是什么梦幻联动啊！阿姨真的是人生赢家呀，退休生活这么丰富，还有个这么优秀的女儿，这个小姐姐才是赢家好不好？有个这么优秀的妈妈。我正纠结着要怎么应对这一连串评论，女儿突然发信息给我：妈，您住在哪个酒店？我明早过去跟您一块儿看日出。我愣了愣，回复：你也来云南了？对呀，我看见你发的帖子了，就过来，顺便也给你拍拍照片和视频呀。我只是想和你一起看个日出，不可以吗？您还在生我的气？我心念一动，或许女儿想起来是我的生日了，内心的期待开始涌动。我把酒店定位发给女儿，不到1小时，她就站在我房门外。妈，这么久没见我，你就一点儿都没想我吗？女儿开口就朝我撒娇，我不禁露出一点笑意，想啊，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你不跟朋友去玩，陪我这老妈子干嘛？见我笑了。女儿如释重负，嗲声嗲气道：我这不就过来陪你了吗？接着她从包里掏出相机、三脚架各种家伙，边摆弄边说：您看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保您明天能美美出镜。见我一脸诧异，女儿继续道：我看见您在小红书上发的帖子了，您明天不是要看日出？到时候我来帮您拍，一定比您拍得更好看。我更惊讶了，你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给我拍这个？也不全是，还有其他惊喜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女儿一脸神秘，弄得我既期待又狐疑。可我的期望很快就落空了。去玉龙雪山的一路上，女儿一直在让我摆弄各种姿势和视角，一旦我不符合她的要求，她就要我重拍一遍。我之前拍视频从来不打光，不刻意摆姿势，也学不会这些，所以女儿的各种要求让我很恼火。没一会儿，我出游的好心情也要被消耗没了。我说句话都要按照你设计的台词，我折腾不起了。见我满脸不高兴，女儿嘟起嘴，软语道：妈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您就帮帮我吗？我只能打起精神继续应付女儿要求。一路上来回磨蹭，我们总算赶在日出前见到了日照金山，可我并不愉快。
我满心期待着女儿能为我庆祝一次难忘的生日，可事实上，女儿压根儿就没想起过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她在社交平台上的新动态更让我心堵。今天和妈妈一起看了日照金山，人生清单又完成了一项。首图是我花了不下20-30次给她拍的个人美照，上传的12张图里，只有2张图里才有我，其他要么是她自己的美照，要么是风景照。女儿亲昵地凑过来，边撒娇边催促我：“妈，你的也快更新下动态。”然后画我一下，我揉揉太阳穴，打起精神编辑文案。女儿又给我发了好几张图，凑过来催我：“妈，我刚给你发的这几张图，你都传上去，然后文案你就写。”我直接打断她：“我的账号只放我的照片，你的照片放你自己的号。妈，你怎么这样？我刚刚也发了你的呀，你可以把我的照片都删掉，我无所谓。”见我一脸冷淡，女儿又撒娇了：“妈，我知道您最好了，您就发这一次好不好？您看您的账号现在差不多有30万粉，我的才不到10万，您就帮帮我嘛。”我不理会她，3两下就把文案编辑好，点击发送，熄了屏，抬眼瞪着女儿：“帮帮你，我今天一路上帮你拍了那么多照片，腰都累疼了，这还帮得不够多吗？就只是个小忙，您就不能帮到底吗？您啥时候这么计较了？您之前不是这样的，我就是之前太纵容你了。你走吧，让我清静一会儿。”我疲惫地垂下眼皮，女儿盯了我好一会儿，气鼓鼓地提起行李箱，摔门而出。可没一会儿，房间门又响起来，我以为是保洁打扫卫生，结果一开门，女儿再次站在门口，情绪不明地看着我：“你回来干什么？妈，你今天生日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”我瞥了她一眼，把眼光落在天花板的灯盏上，说不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都这个岁数了，过不过也无所谓。妈，女儿突然眼睛一亮，一面拉着我的手，一面说：“你跟我来，我送你一个礼物。”我一路被女儿拉到一个挂满民族服饰的照相馆。妈，您看看，您喜欢哪套？我来买单。最后的买单2字特意加重，仿佛我听不到似的。我掠过眼前这些衣服，不仅做工劣质，还有不少上面还沾着污渍。墙壁上挂着一个价格表，上面写着最低50块就能获得一张民族风情照。女儿正和店家在一旁叽叽咕咕地讨论着。我低头打开了女儿的社交账号，看见几天前女儿更新了一条帖子，女儿给她的好闺蜜赠送了一条价值3万块的项链，两人还同框拍了一组精致的闺蜜照。大姐，你女儿可真孝顺，还会给你拍生日照。店家笑嘻嘻地对着我说。我举起手机向他们展示屏幕，淡淡道：“孝顺的女儿，给闺蜜送3万块的项链，却送给自己妈妈一张50块的写真。说的好听是给我拍生日照，说的难听是为了给自己账号凹人设引流。”女儿的脸渐渐涨成了猪肝色，嘴唇不住地发抖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头也不回地走出照相馆。妈，妈，女儿在身后不断喊我，我没有停下脚步。我返程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一个教育基金会，主要目的是为贫困山区的女孩子提供教育支援，包括经济支援和物质支援。我还设立了遗嘱，做了公证，声明死后所有财产都归基金会所有。我知道女儿肯定不会罢休的。果然，没多久她直接杀到家里，质问我：“妈，您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有钱设立基金会，没钱给我买房，你还是我妈妈？我不是你妈，会花这么多钱，这么多精力把你培养成藤校研究生。”我抬起头，
毫不躲闪地看着女儿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“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你也有能力挣钱了。我想怎么安排我的钱是我的事，你没有资格干涉我的财产。”女儿狠狠点头，一边冷笑着说：“好，好，你别后悔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好了，没有就没有。”我反而更轻松。我缓缓合上眼皮，嘴角泛着冷笑，心却刺痛异常。怎么可能不痛呢？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做了20多年的母女，这感情难道说断就断吗？可更让我心痛的是女儿的报复。第二天，我发现我的社交账号突然涌进了一大群谩骂的声音：死老太婆，自己过那么好，也不在意女儿的死活。当父母真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事，生下来给口饭吃就能把孩子养大。既然不爱孩子，能不能别生啊？话说，这个阿姨虽然不爱，但起码有钱。这一股脑的骂声让我很无措。我才搞明白，原来女儿用自己的账号发了一篇长文。仔细一看文中的内容，我差点两眼一翻昏了过去。女儿把我不肯给她买房说成是我自己爱享乐，还说她在国外读书时候有多苦，而我却从来不闻不问。总的来说，我一直缺乏对她的关爱，如今却设立教育基金会给自己树立博爱人设，我觉得胸口堵着慌。网友的骂声对我没影响，因为他们都不是我在意的人。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掌上明珠，这样诋毁我，我却不能不在意。那个善良贴心的小棉袄，如今变得如此面目可憎，再火热的心也会寒的。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。我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则停更声明，解释了前后缘由，否定了女儿的说法。至于网友信不信，则由他们了。停止使用社交媒体后，我瞬间感觉耳目清明。我再也不会每次更新帖子前焦虑网友的反响，担心流量数据了。我拿着稳定的退休金，继续我的自驾之旅，也继续记录。只是现在，我的视频和图片只会发在朋友圈里，能看到的都是我的圈中好友，他们给我留言、点赞。有夸奖，有羡慕，有向往。我知道也有嫉妒的，因为不少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妇女，有操劳着儿子娶不上老婆的，有给女儿带孩子的，整天为3两块菜价闹得鸡犬不宁。吵完后，他们又一声不吭，冷着脸给暴躁老公洗内裤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而我的选择，就是坚守自己的内心，为自己而活。大海的壮阔，高山的巍峨，瀑布的雄伟，我为之赞叹，为之着迷。可更让我着迷和向往的，永远是下一处目的地的风景。有一天，我接听到了一个自称是某导演的邀请电话，他说他想把我的经历改编成电视剧。我才知道我在网上的风评反转了。打开我久未更新的账号，里面的评论画风大幅反转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错怪阿姨了，那个女的居然把我骗了。原来阿姨这么好，心疼阿姨，操劳大半辈子，最后却养了个白眼狼。我有点错愕，网络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它能把昔日的神变成恶魔，也能把小奸小恶眼描绘成十恶不赦。曾经诋毁我的女儿，因为意外人设翻车，被网友人肉，翻出各种黑料，比如她的真实身份只是月薪万把的外企业务员，平时开销基本靠的是信用卡，甚至我跟她的聊天记录也被爆出来，里面有她对我的咄咄逼问，也有我对她日思夜想的牵挂。网友恍然，原来我才是受害者，原来我热爱自驾，一直是我心怀着向往自由的梦想。我突然变成了他们口中出走的那拉榜样女性了。
难怪明导都找上来了。我没有拒绝，因为合作的版权费和出镜费能给我的基金会注入好大一笔资金，这样就能帮助更多小女孩完成学业。电视剧的反响很好，我一下子成了知名人物。我的身份标签不仅是榜样女性，还是热心公益的慈善家。越来越多的媒体向我发出采访邀请，我一一回绝了。我说我表达能力不好，怕说错话，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。谁知道下一秒我会不会因为某句话、某个动作而翻了车呢？我让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，自驾、捐款、记录。这期间，女儿不止一次找过我，打电话、发信息，或是直接冲到家里跟我道歉，希望我原谅她。我的态度很明确，好好工作，把贷款还了，不再超前消费，我就还认回你。我抬眼，平静看着她，我也不用你养，等我老了动不了了，我会去养老院，不用你服侍。女儿低头不语，最后点点头。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听进去，反正她的路应该由她自己走，我干涉也没用，毕竟我自己的路都没走完呢。60岁这年，我来到了大洋彼岸的女神像面前。曾经我翘首以盼的女神像，原来也和此前见过的千千万万个雕像没什么两样。祛魅的瞬间，也是释然的瞬间，而人生追求的，无非就是一个又一个释然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他摊开一看，上面明晃晃的写着“给钱”。那你自己看看，抽签啊，这22当初你写的是什么？我站起身，我不是你，你也不是外婆，这是我给你的唯一一次机会。爸爸说家里供不起2个人上大学，他让我和龙凤胎弟弟抽签决定。妈妈双眼含泪，我对不起我的孩子。她哭着折好2张纸，爸爸递给弟弟，让弟弟先抽。妈妈一把按住爸爸的手，可以不要这么偏心吗？姐姐大，应该让姐姐先抽。可我抽到的是退学，妈妈哭了整整1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妈妈在2张纸上都写了退学。妈妈看到我抽的签，双腿一软，一下子跪倒在地，她浑身颤抖，哽咽着捶打自己的胸口，阵阵闷声让我心如刀绞。我就是个废物，我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妈妈泣不成声的样子，实在是太让我心痛了。妈，你别这样。我上前想要拉起她，对不起呀，依依，妈妈不配为人母，妈妈不能供你上大学，都怪妈妈。妈，不怪你，是我没那个命。妈妈听我这样讲，哭得更厉害了。爸爸点燃一支烟，不停地唉声叹气，不怪你，依依，怪妈妈。妈妈如果不生病，家里怎么会供不起你读大学？我扶起妈妈，想让她回卧室休息一下。妈妈虚弱地回头指着餐桌，只有这2只虾，求你们父子留给我的依依吧。我的心脏猛烈地撞击着胸口，妈妈甚至连晚饭都还没吃，心里惦记的全是我。从重男轻女家庭中走出来的妈妈，最了解女孩子的痛。我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流了出来。我想，3生何其有幸，老天爷给我这样一个妈妈，不读大学也罢，我要努力让她过上好日子。妈妈躺下去，看到泪流满面的我，轻轻抬起手抚摸我的脸颊。不哭，我的依依，如果你真的那么想上大学，妈妈以后就不去医院治病了。我连连摇头，不是的，妈，我不上大学也行，只要你能健健康康的。妈妈一下子坐了起来，一把搂住我。哎，我的好依依，妈没白疼你。我出来以后，爸爸和弟弟正在吃饭，他们真的没有动那2只虾。我看得出来，弟弟是想吃的，于是我捏着虾头放到他的碗里。你吃吧，上学累，以后要好好读书，不可以再贪玩了。
弟弟一把拽掉虾头，皮都没剥，就把那只虾吃掉了。我把另一只放到爸爸碗里，爸，你吃吧，以后我跟你一起赚钱，家里就轻松了。爸爸眉头紧锁，一言不发。我攥紧他的手，爸，这是好事。弟弟读出来了，我有机会再读。爸爸抬起头，激动地想说什么，却欲言又止。依依，我努力挤出一丝微笑。人总要向前看，身后有支持和疼爱自己的家人，就没什么好害怕的。弟弟一把将爸爸碗中的虾拿走了。你们不吃我吃。我看着弟弟急切的样子，有些心疼。从小到大家里就很穷，我们也从来没过过什么好日子。爸爸第一次买虾回家，我们都高兴极了。可妈妈却跟爸爸吵了很久，她责备爸爸不应该花这份钱。我一直瘦得像柴火，看起来就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可是弟弟不一样，他一直白白胖胖，好像富贵人家的小孩。妈妈总是说：“啧啧，你弟吃什么都能长这么好。”我羡慕弟弟，但又觉得老天爷给的体质，羡慕不来。弟弟毕竟要读书，我把剩下的菜都拨给他。爸爸难过地按住我的手：“依依，你不吃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没事，高三毕业以后我就去打工了，到时候想买什么就买来吃了。弟弟还要上大学呢。”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爸爸捏瘪了咽喉，他把下巴埋进锁骨。我看到他的裤子一点点被浸湿。是啊，爸爸妈妈太辛苦了，为了我们姐弟，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，是时候让我尽孝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在担心我，挂念我，实在是躺不住。我想起来找点事情做，于是拖鞋都没穿，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。厨房灯火通明，弟弟没吃饱，去偷吃了吧？我轻轻走过去，想吓他一跳，可我却听见了爸爸妈妈的声音：“怎么这么多？这些足足有30只吧？”爸爸惊讶地问妈妈：“不是没吃够吗？都煮了吧，给你们解解馋。”我忽然感觉十分心酸，一定是爸爸把我没吃到虾的事告诉了妈妈。他拖着病身子，半夜出去买虾煮给我吃。我慢慢后退，发现垃圾桶满了，等下吃虾没有垃圾桶用，于是我拎起垃圾袋就往门外走。刚走到垃圾桶旁边，垃圾袋就不堪重负，全都破了，垃圾撒了一地。我一点点往垃圾桶里丢，偶然间看到我和弟弟抽的签，心里一阵唏嘘。总是要为爱你的家人付出一些的，不是吗？我笑着举起手，想把2个签纸丢到垃圾桶中，可是我却鬼使神差地收回了手。我咬着嘴唇，思索片刻，然后打开了第1个签纸，退学，是我那张。我笑着打开另一张，另一张上竟然也刺眼地写着退学。我的身体瞬间紧绷，怎么可能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我将2张签纸放在一起，揉了揉眼，没错，都是退学。这纸是妈妈准备的，也是妈妈要我先抽的。我的心忽然像遭受了巨大的撞击一般开始抽搐。怎么会？是妈妈一手谋划了我退学这件事。我忽然想到她在厨房煮虾，真的也是为我而准备的吗？我来不及多想，攥着签纸，疯狂往家里跑。可我回到家，发现厨房的灯已经熄灭了，垃圾桶中全是虾皮。我呆呆地站在客厅，脑中一片空白。恰时，弟弟推开卧室门走了出来，他不停地发出干呕的声音：“妈，月，难受死我了！”妈！弟弟惊动了妈妈。妈妈焦急地走出了卧室：“怎么了，小翔？妈妈的好大儿，你怎么了？想吐。”随着弟弟一声吼叫，他哇的一声吐了一地。妈妈一把捞住弟弟，焦急又愤怒地冲我吼：“
还愣着看什么呀？快给你弟弟倒杯水。我慢悠悠地打开灯，递给他一杯水。妈妈厌恶的不想看那堆呕吐物，摆摆手，快把这擦了。我低头一看，满是没嚼烂的水煮虾，这到底是多着急吃完，才这般狼吞虎咽呢？我一动不动，盯着呕吐物良久。妈妈把弟弟安顿在沙发上，起身愤怒地看向我，怎么还不？他的言语就那样卡在了我们之间。是啊，他看到了，那里怎么看也不是只有2只虾，其他的哪里来的呢？妈妈马上蹲下，开始收拾烂摊子，嘴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。妈妈吓坏了，口不择言了。妈妈真是个坏人呐，怎么可以让我的依依宝贝收拾这样的脏东西？她的演技真糟糕啊！可曾经的我怎么会深陷其中？回想着往日里那些片段，想来也只有爸爸还对我抱有一丝怜悯了。可他的怜悯也太单薄，于我无济于事。我看着忙忙碌碌的妈妈，转身回了房间。所以他想要我退学，把机会留给弟弟。他偏心。我问我自己，想上大学吗？当然了。于是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既然他爱演戏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第2天早上，妈妈很早起床，买了我最爱吃的小笼包。宝贝，快来，妈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小笼包。妈妈一脸笑意地招呼我过去吃早饭。弟弟伸手去拿，被妈妈一巴掌拍掉了。给你姐姐买的，你不许吃，去吃你的油条。我笑着迎了上去。哎呀，真是小笼包，3两下我就把1笼10个都吃光了。妈妈尴尬地站在旁边看我，弟弟也急得指着我，但又说不出来什么。都吃了呀。妈妈钳着双手，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好。我擦了擦嘴，站起身，拍了拍弟弟的肩膀。你急什么？没准妈妈在厨房给你藏了鸡腿呢。我笑着背起书包往外走，然后一个猝不及防推开了厨房的门。哎呦，你看，小翔，我猜错了，不是鸡腿，是烤肠。我回过头去，妈妈的眼神中克制住狠戾，她的嘴角不停地抽搐，半晌才挤出几个字：你外婆住院了，那是要去送给你外婆的，那我去送吧。我刚要冲进厨房，却一把就被妈妈拦住了。不用，她终于藏不住了，冲我愤怒地吼了一嗓子。我歪了歪头，直直地看着她，她的胸口上下起伏，看来气得不轻，一侧嘴角轻轻勾起。就剩半个学期了，好好珍惜自己最后的校园时光吧。我也勾起一侧嘴角，后退一步，我一定会的。我亲爱的好妈妈，她没有撕破脸。我想，大概是她身体不好，后期需要我照顾的原因吧。那正好，捏着这点小把柄，把高3上完。高考我一定要参加，这个大学我也一定要上。只是我想，也不能表现的还像曾经一样太爱学习了，否则一定会被他识破的。他还有什么招数，真的不好说。中午放学后，妈妈在食堂门口堵住了我，她面色苍白，站都站不稳了。咦，我一把扶住她，这是又犯病了。早上你走后，妈妈身体就特别不舒服，同学们也围了过来。你早上不该那么气妈妈的。妈妈伤心地哭了一上午，她故意气喘吁吁，很大声地说出这句话，泪水也跟着在她眼中决堤。她泪流满面，握住我的手。妈妈知道，早上1笼你没吃饱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说着，她从破烂不堪的袋子中掏出了巨大一包小笼包，看起来足足有20-30个。给依依，妈妈错了，求你不要跟妈妈生气，好吗？身边多嘴的同学早就开始添油加醋了。杜依依可真混蛋呐！听说她家特别穷，还这么嘴馋，他妈对她这么好，她还气他妈？可不是，都给气病了。
妈妈抹着眼泪，嘴角却难掩笑意。她根本不会替我辩解。同学们越讨厌我，她越高兴。昨天晚上我就看透了，我必须自救。于是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扑通就跪倒在地。我一边给妈妈磕头，一边哭着喊：对不起呀，妈妈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昨天半夜偷偷摸摸给弟弟煮虾吃，我以为你偏心呢，是我小气了。众人的口风立马有所改观。啊，天哪，居然半夜偷摸给儿子弄好吃的，不给女儿吃。是啊，这也太偏心了。这就是重男轻女，什么年代了，还这样？我和妈妈偷偷观望着彼此，都在等待对方彻底撕掉面具。那个先爆发的，一定会在悠悠众口中再无翻身之机。但妈妈还是忍住了，她捂着胸口半晕在地。依依呀，你可不可以先送妈妈去趟医院呢？是啊，杜依依，先把你妈送到医院吧。她都这样了，没准是个误会呢。别跟你妈闹了，就是，毕竟是亲妈，搞这么难看，对谁都不好啊。我立马站起身，扶着妈妈就往外走。对不起，妈，我这就带你去医院。以往我从来没有注意过，妈妈其实并不瘦弱，这与她体弱多病的人设其实并不吻合。她看起来好像十分健康。我拦了一辆车，妈妈坐上去以后，从包里掏出一瓶水，自顾自地喝起来了。我夺过水瓶，妈，你的依依宝贝还没吃午饭呢，给我喝吧。妈妈眉头一皱，眼神中充满了厌恶。没等她开口，我咕咚咕咚一口干掉了一整瓶水。再说了，你这不是发病了吗？能不能喝水，还是到医院了听医生的吧。我看着妈妈攥紧拳头，但她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不经意间露出了一抹胜券在握的笑容。她在计划着什么呢？我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她已经为了弟弟毁掉我的前程了，她还能干些什么？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小瞧她了，她根本不单纯是偏心，她发自内心的想毁掉我。一直以来，妈妈都声称自己病得很厉害，她总是脸色惨白，眼眶乌青，动不动就要在床上躺好多天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妈妈被送到了 ICU， 爸爸说妈妈急需输血，我和弟弟都抢着要救妈妈，最后还是靠我的血液将妈妈抢救了回来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无条件地信任着家里人。后来我经常被妈妈带到医院旁边的一个神神秘秘的小房子里，她总会替我挡住刺眼的阳光，笑着对我说：我的依依又要救我的命了。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觉眼睛被太阳晒得酸胀。然后她会拉起我的手，带我去抽血。去的时候，她是那样的虚弱不堪；出来的时候，她会变得神采奕奕。我骄傲极了。是我的血救了妈妈，她也总会给我买一包大枣，里面足足有5颗，又红又糯，我舍不得吃，一颗颗擦干净，然后塞进她的嘴巴。她会笑得无比张狂，然后拍拍我的手臂说：还真是个小傻瓜。可现在所有这一切，让我觉得恐怖无比。这背后一定藏着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。如果我有手机就好了，我可以好好查查他的病。可是我家里没有计算机，没有手机。爸爸妈妈一直以来让我们专心学习，不让我们搞这些乌七八糟的。只有去学校的机房，我才能碰一碰计算机，接触一下网络世界。正犹豫着，妈妈把我拽下了车，力道那样重，她又把我带到了医院附近那个小房子中，将我按在座椅上，对护士打扮的人说：抽血。针刚扎进去，我就晕倒了，周围人吓坏了。恍惚间，只听到妈妈的笑声：中午没吃饭闹的，她没事。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休息室中只有我和一个护士小姐姐。我虚弱地说：我妈呢？
那个小姐姐不高兴地啧了一声，她四处张望，确定周围没人，才蹲下来在我耳边低语：“以后别来了，这不是什么好地方。”我不明所以地扭过头看着她：“这里不是医院吗？我来给妈妈输血。”小妹妹，你傻呀！直系血亲是不能输血的。什么？我的心如坠冰窟。那个小姐姐又四处看了看，眼见四处无人，才继续对我说：“医院，别怪我多嘴，你妈妈在拿你赚钱。”她说罢，捏了捏我的手臂，然后偷偷把一小卷纸塞进了我的衣服里。快走吧，以后别来了。你妈妈不是好人，她会害死你的。我刚想开口问为什么，却被她一把按住。她轻轻冲我摇了摇头，然后低声说：“交给帽子叔叔，谢谢你了。”然后她故意高声地说：“床位不够了，姑娘你休息好就快走吧。”我浑身冰冷，整个世界都让我感觉到不可靠。我想去找妈妈问个清楚，当面问问她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以至于她如此对我。我先找到最近的警察局，然后把护士姐姐塞给我的一卷纸拿给他们。一个警察说：“张警官终于把名单拿到手了，快，马上按照名单上的内容做背调，一个也别让他们跑了。”我也跟着紧张了起来。请问，那个护士小姐姐是？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嘘，为了你这样的女孩子不再受迫害，兔子警官去抓大灰狼了。狼窝里不但有你这样的女孩子，还有很多被迫工作的姑娘。兔子警官要一并把她们全救出来。”临出门前，警察叔叔又叮嘱了我一句：“记住，今天什么都没发生。小姑娘，放心吧，邪不压正。”邪？谁是邪？妈妈吗？我想起来，她早上说要去看生病的外婆，于是我直奔医院。外婆不太好了，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静静地盯着窗外。见我进来，外婆眉头微蹙，随即又立马抚平了面颊。外婆，我轻轻唤了她一声，我还以为是你妈来了。她今天还没来过吗？今天她从来都没来过。外婆扭过脸来看着我，你妈那么恨我，不来也正常。我坐到外婆身边，轻轻拉起她的手：“不会的，她早上还说要来看您，给您送好吃的。”外婆骤然放肆地笑了，她哈哈哈，不可能的，她恨死我了，哈哈哈。此刻的外婆让我感觉十分陌生，她抽出手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妈呀，小时候一门心思想上大学，可是她那个成绩怎么上？于是我和你外公骗她抽签，让她把上学资格让给了你舅舅。”我的心脏一惊。外婆继续说：“可是你妈不小心发现了我写的纸条，她看到2张纸上都写着退学，可是那时候高考都结束了，你妈也没招。”我疼得站起身。外婆怎么可以这么对妈妈？家穷啊，没办法。再说了，你妈平时成绩都是个位数，她能考上呢，不如早点下来赚钱。你以为那个时候我像你妈这样有钱？有钱？我恍恍惚惚地嘟囔了一句：“我妈有钱。”外婆翻了个白眼：“你以为我给你妈找了你爸？多好的丈夫，他让你爸贪了多少呀？不是我，他现在能过这么好，可是他是怎么对我的？”外婆自顾自说了好多好多，好像是说给我听，又好像是说给自己听。我慢慢地后退着，来不及跟外婆告别，就跑出了病房。一切再清晰不过了。妈妈要我经历所有她经历过的苦难，她自认为的苦难。可是我学习这样好，她怎么忍心呢？难道她真的无法见证自己的女儿过上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？于是她就要毁掉我。我回到社区，远远地看到爸爸妈妈在凉亭乘凉。我蹑手蹑脚地躲到旁边的矮树丛附近。妈妈，她现在不听话了，翅膀硬了。爸爸，
你何必整天跟他作对？他过得好，对你也有好处啊。妈妈，不行，凭什么？我当年吃了多少苦，他也得吃。爸爸，你的苦又不是他造成的。妈妈，那我不管，我就是见不得他要什么有什么，想怎样就怎样的日子，他怎么就可以这么舒坦？我小时候怎么就那么苦？爸爸，哎，妈妈，你看他现在皮包骨那样，已经不能再卖他的血赚钱了。我打算把她嫁到乡下去，人家说彩礼能给20万。爸爸，我们家又不缺这20万，你非要毁掉他吗？妈妈，我这可不是毁掉他，我这是给他上人生之课。哈哈哈，想到就觉得痛快。当初我妈怎么对我的，今天我就怎么对她外孙女，我真是痛快极了。爸爸，我们答应让她参加高考的。妈妈，参加什么参加？骗她的，你也信？这段时间我没事就去她学校闹一闹，挂不住面子，她自己就不想上了，怪不到我们头上。所有真相像暴风雨一样冲我席卷而来，但当我听见妈妈的真心话，竟然一点都不痛了。隔壁陈阿姨遛狗看到我，她高兴地喊了一嗓子：“呀，依依，蹲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站起身，拍掉身上的尘土，笑着对她说：“在偷听我爸爸妈妈聊天。”我转过身去，恰好对上了爸爸惊恐的目光，妈妈刀子一般的眼神。妈妈藏不住了，她上前一把拉住我的手臂：“不好好上学，又逃学。”陈阿姨马上皱起眉头：“依依，这样可不好，爸爸妈妈花钱供你读书，你不应该。”我笑着大喊了一声：“妈妈不让我读书了，说家里供不起2个。”妈妈一愣，身边邻居都围了上来：“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依依，你家条件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供不起2个？”妈妈一下子绿了脸，她用尽力气把我往家里拖：“回家，赶紧跟妈妈回家！”我还在大声地嚷嚷着，妈妈带我去卖血换钱，饭都不给我吃。我在医院昏了好久，他压根不管我。说着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单据，给邻居们看。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们的面色越来越凝重。我妈的指甲死死嵌入我的手臂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依依，是不是天热？你犯糊涂了，快回家跟妈妈休息休息。我用力扯住一个奶奶的手臂。奶奶，我妈要把我嫁到农村去，我都听到了。那户人家要给20万彩礼，过几天在社区见不到我，我就是被我妈给卖了。你们可一定要替我报警啊！人群越来越密集，有人举起手机开始录视频。我妈慌了，胡说什么呢？这孩子真是糊涂了。我爸看到有人录视频，上来就给了我一个耳光，真是反了你了。你妈说你不听话，我原本是不信的，现在看来你真是太不像话了。说着，他扛起我就走。我妈不停地跟众人解释，这孩子特别胡闹，就因为比弟弟少吃几口虾，他就开始折腾我们了。我知道我这样一闹，回家一定没有好果子吃，可是一定会有人把这件事放到网上的，到时候会有无数好奇的网友想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被我妈卖掉。我也就是要这样闹，他才会把我关到爸爸的书房中。一路上我都紧紧捂住口袋，里面是我回来路上买的手电筒。果然，妈妈说必须严厉地惩罚我，她把我关进了那个曾经惩罚弟弟的小黑屋中。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反省自己，不许吃饭，不许睡觉，不许上厕所。这样关上几天，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送到乡下。妈妈的算盘打得好啊！进了小黑屋，我就开始翻找一切资料。果然，爸爸在妈妈的怂恿下贪了很多不义之财。妈妈把这些年来抽血的单据也都保留了下来，夹在一本叫做战利品的笔记中。
里面清晰地记录着他对外婆的恨意，以及报复我带来的快感。我把这些资料一并整理好，藏在了书柜后面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头晕眼花，肚子饿得叽里咕噜，但又很想吐。我家大门被人砰砰地砸开了，然后乌泱乌泱一群人闯了进来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私闯民宅，知道吗？出去，统统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报警了。你报警啊？杜依依同学已经成年了，你这样私下里关她禁闭是违法的。是我的班主任李老师，他果然来了，我没看错人。从外婆那里出来后，我第一时间给李老师打了电话，把自己的经历和妈妈靠我卖血换钱的事跟他讲了一番。起初他是不相信我的，但我把地址告诉了他，让他自己去调查。看来李老师真的去了，估计再加上网上视频的发酵，让他决定来家里帮我。违法？笑话！我教育自己孩子，怎么就成违法行为了？那你敢不敢让我们进去看看杜依依在哪里？对，让我们进去，让我们看看杜依依。她旅游去了。我使出浑身力气站了起来，咣咣砸门。李老师听见了我的求救信号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就在那里肯定关着杜依依。”众人冲了进来，一脚踹开了大门。无数的闪光灯和摄像头对着我，不知道谁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之后，带走了爸爸妈妈。凭什么？你们这是违法的！妈妈脸色惨白，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：“依依，妈妈对你怎么样？你是知道的，这次关你也是为了你好。你就真要眼睁睁看着妈妈被带走吗？”我思索片刻，妈，你先去录口供，等下我休息好了，我就去说明情况，我不会追究的。李老师生气地一把拽过我的手臂：“杜依依同学，你就这样放任坏人吗？”我轻轻捏了捏李老师的手，李老师看着我的目光，明白了一切。所有人离开后，我吃了点东西，然后把我找到的所有证据交到了李老师手中。老师，谢谢您肯帮我，但非法拘役很难界定啊。其实情节并不严重，妈妈只要找个好点的律师就能解决问题，她一样会回来针对我，毁掉我。所以你只是想暂时支开她。我点了点头，是的，我想把这些东西拿出来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我将所有资料复印打包，爸爸挪用公司项目款的证据一份交到他公司，一份在网上公开。妈妈多年来骗我卖血的记录和她日记中的所有内容，也都一并放到了网上。她以为我让她平安回家，她就真的平安了吗？你家肯定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你还有地方住吗？很快就要高考了。李老师十分关心我。放心吧，李老师，我没事，我躲起来了，躲到了一个他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妈妈经常去学校拦我，但我每天都会提前离开学校。李老师将情况报告给了学校，学校保安见到妈妈一次，就会撵她一次。爸爸的罪行无可抵赖，被判了7年。听说我家里有多处房产，都被法院收走进行拍卖了。妈妈在网上被众人唾弃，网友们要她把这些年拿我赚的钱统统还给我，可那些钱早就被她花光了。她不是花在弟弟身上，就是花在了自己身上。好多商家跳出来说，经常看到她带着弟弟下馆子，城中各处昂贵的餐厅都见过他们的身影。妈妈藏起来的珠宝首饰也都被收走了。现在的她过得十分落魄，那个卖血的窝点也被警察端了。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这件事的报道。据说功臣是一个年轻女警官，女警官接受变声采访，她说：“感谢一个勇敢的小姑娘，在我们被严格看守的情况下，是她帮我把名单送出来的。”妈妈气极了，她打电话问：“
是不是我给警察通风报信的，害他失去了赚钱的机会？你自己不去就算了，你现在害得我连介绍客户的好处费都拿不到了。高考后，他终于在同学聚会上将我堵住了。哼，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同学们将我围住。阿姨，你干的那些烂事，所有人都知道。你今天敢动杜依依一根手指头，我们就立马报警。呸！你也配几人当妈？简直猪狗不如！我推开同学，我跟他谈谈。依依，放心，没事的。我走到妈妈面前，她伸出一只手，想要甩给我一耳光。我大喊一声：“你还想要钱吗？”她伸出来的手停在了半空中。外婆去世了，你知道吗？她一顿什么？随即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。老东西，终于死了！哈哈，他活该，早该死了。外婆留下来一些遗产，妈妈的表情精彩无比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我们聊聊。”哼，好啊。我们在餐厅一处小桌面对面坐了下来。你外婆偏心得很，你以为她留下遗产会给我？我将一杯水推到她面前。外婆跟你不一样，她在自己的认知中，在做认为对你好的事。你说这些废话做什么？我不也一样把你养大了吗？你不一样，你在自己的认知中在做毁掉我的事。他捏着杯子不肯喝水。外婆说她对不起你，没有顺着你的意愿让你读书，但你也是真的读不好，她才会这么做。呸！老东西，骗我抽签！我的心一阵酸楚。外婆说，这些年她拿着舅舅给的钱买了一套房子，省吃俭用，还存了不少现金。妈妈立马来了精神。在哪儿呢？我笑了。在我手里，给我。那些钱是补偿我的。把钱给我。我向后靠在椅背上。房子一套，市值80万，现金50万，一共差不多是130万。妈妈高兴地拍起手来。哈哈，太好了，老天爷总算是开眼了，知道我一辈子不容易。妈，这些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啊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天我在医院跟外婆聊了好多好多。外婆是真的认为她对不起妈妈。她说最亏欠的事就是没让妈妈参加高考，让妈妈记恨了她这么多年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发现，这竟然可以成为我唯一的退路。于是我大着胆子对外婆说：“外婆，你知道我爸爸重男轻女吧？”外婆眉头轻蹙，缓缓地点了点头，好像是听说过。听说你妈特别爱你，人前人后都更喜欢你。我把一辈子的伤心事都回忆了一遍，终于挤出几滴眼泪。可是妈妈没有工作，一直被爸爸压着。前几天，爸爸跟我说家里供不起2个人读书，硬要我退学，让弟弟读书。妈妈因为这件事病倒了，在床上躺了好多天。外婆一把将我搂了过来。我的孩子啊，你怎么这么命苦？外婆，如果你把所有遗产留给妈妈，那都会落到爸爸手里呀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外婆，你不如把所有遗产留给我，这样我可以去上大学，顺了妈妈的意愿。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，知道是你偷偷帮助了我，她也一定会感谢你的。外婆泪眼婆娑地点着头。是了，你说的对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于是，在病房中所有人的见证下，外婆写下了遗嘱。我是她所有财产唯一的继承人。妈妈听我讲了这些事以后，面目扭曲到无比可怕。小贱人，你真是个小贱人！她站起身，张牙舞爪的想要撕扯我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手指指向不远处。那边包房中坐着我的老师和我所有同学。只要妈妈敢上前一步，他们会第一时间冲出来，将她按倒在地。你把你外婆的钱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妈妈浑身颤抖，坐在我对面咬牙切齿。
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妈，不是这样要钱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轻身向前，我们来抽签，抽到给钱，我就给你2000。我在桌子上扔出2张叠好的纸条，妈妈伸出手，犹豫半天，抽了一张。她打开纸条，上面写着不给。我拿走另一张。呀，你也太不幸运了！她一拳砸到桌子上。你把另一张给我看看。为什么？给我看看，2张一定是一模一样的。你根本不想给我钱，2张上面肯定都写着不给。妈，你当初想让我上学吗？你的2张纸条上写着什么？我可不是你外婆。我自然是一张写着上学，一张写着退学了。我从口袋中掏出2张纸条，丢在他面前。那你自己看看，当初你写的是什么？妈妈愤怒地把纸条撕了个稀碎。我把手中的纸条也递给他，他摊开一看，上面明晃晃地写着给钱。我站起身，我不是你，你也不是外婆，这是我给你的唯一一次机会。转身那一刻，妈妈忽然跪倒在地。我错了，妈妈错了。姨，你看看妈妈，妈妈现在只能依靠你了，你可怜可怜妈妈好不好？她抓着我的裤脚，使劲地摇摆，像极了曾经决定让我退学那晚的可怜样。我叹了口气，但并没有回头。妈，你不问问我考没考上大学吗？依依最棒了，依依最厉害了，我的依依一定会考上最好的大学的。我拽开裤腿，不，妈，我拿到外婆的遗产后，根本就没参加高考。我会离你远远的，让你永远也找不到我。是的，我根本就没参加高考，我报考了国外的大学。飞机轰鸣声中，我将一切往事抛之脑后。从今以后，我没有家人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妈妈了。